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就钱没有出来，我的卡也没有了，太幸福了。你在台湾就是鸡胸如果不做，那么能开不下去的。台湾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猪猪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西雅图机场，然后还有差不多1个多小时就要出发去台北了。因为我去年1整年不都是在纽约学习，然后工作嘛，所以我已经快有1年没有去台北。我想说这次趁着正好过30岁生日，然后去转换一下心情。但是这次小王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然后我这次大概在台北会待上10天左右的时间。在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出去旅游，所以我内心其实还蛮忐忑的。虽然说我也去过2次台湾了，也不是很确定说这次旅游到底会不会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主要这次目的是为了去散心的，但是也给自己安排了不少吃的任务。然后我这次去台湾坐的是星宇航空。也是我第一次坐星宇航空，想说来感受一下。之前几次好像坐的都是中华航空，虽然好像一般都是商务舱头等舱开箱，但是我就是简单记录一下自己比较直观的这种经济舱感受。星宇就是感觉整体的设施都会新一点，然后经济舱的腿部空间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到那么大。唯一我能感受到的显著优势，可能就是连经济舱都会有附备品，包括拖鞋。然后有和台南的 TCRC 联合推出一款调酒，在经济舱也可以点到。食物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较普通吧，鸡肉粥的鸡肉也是蛮新的。然后我到下了飞机才发现，他们家这个椅背这个靠枕是可以上下调节的，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设计。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就是我的尝试用我的 HSBC 的卡然后取钱，刚刚在楼上兆丰银行，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取，然后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我的银行卡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就在楼下来台湾银行的 ATM 来试一下，结果他那个小票弹出来之后，钱没有出来，我的卡也没有了，就非常崩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然后给他们客服说要等30分钟才能过来修，因为输错太多次密码，所以卡片被锁了。然后我打电话给汇丰银行，把卡片解锁之后重新设置了密码。虽然说就是这一路实在是太过坎坷，但是somehow反正暂时应该是问题不大。然后待会我去一个便利店去看一下我的卡是不是还能用。对，然后现在先赶紧去吃早饭。本来说以为7点钟可以能吃上黑白切，结果看起来是有点推迟了。好，正式我那个取到钱了，非常好，非常圆满。说实话，我来之前就非常担心，就是取钱，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没想到真的让我遇上了。但是我发现我遇上之后也很好的解决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意思？嘴边肉也好吃。然后我想吃粉肠，好的呀。你再来个青菜吧。青菜吃什么？青菜吃地瓜叶吧。米苔目想试吗？米苔目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有点像米粉，但是它断口性特别好。然后那我个小小的，拿个小的吧，我也觉得。对，我再加个猪心。你加。就有些店是吃之前付，有些店是吃之后付。对。你喝喝看这个，我觉得是很好喝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喝这个，然后你喝这个。好。过去之后，它后面那个回味层次也很丰富。不愧是清香乌龙茶。冷萃的就是好喝，冷萃的就是不涩口，它那个回甘也很强。这米苔目跟我是吗？吃，而且好像不同家米苔目口感也会有一点点区别，就有些会脆一点，有些并不好夹，会一夹就断，对，断口性特别好。应该是加了再来米的米粉，不然怎么叫米苔目呢？是的，你说的对，应该是米粉。是猪肉高汤，猪肉汤吧？感觉就是它那个下猪下水以后，那个汤就把它放在里面汤。谢谢。它这个汤里面应该是放了那个红葱酥，但我觉得猪肉味比红葱酥味要重。是的。它这个嘴边肉跟我之前吃的口感不太一样，会稍微再韧一点。吃一下粉肠。第一次吃，然后就没有吃白灼的粉肠。猪肉就是很香。
但是我觉得这家店就是没有我之前吃的有一家店处理的那么细腻。它这个粉肠我感觉边上有一点点那种干掉的口感，就好像他们家自制的那个辣椒酱，放了花椒，花椒味好重。谢谢。谢谢。好多。应该这个是干莲吧？这个口感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就是还有点那种瘦肉的感觉，但是那个就是很 Q 唧唧的。天哪，居然能在猪身上吃到牛腱子肉。他们吃的就是这个口感。这个骨边肉就是咬到后面会出奶香，好香好香。我稍微疼的地方给点辣椒油，会。哇，这也太香了吧！它那个花椒的味道特别特别重，而且它就是纯麻辣，它那个花椒味有点太。他们的辣椒都是辅助调味的，就是不是那种对，就不是那种调和过的那种。跟你昨天天下三绝吃那家店是不是风格也不一样？很不一样，但他们也是，就是有一点点麻麻的呀。这个它那种花椒味道，我觉得有点接近青花椒了。哇，这个肉真的太绝了，太绝了！是的，跟我之前吃的比我之前吃的那家店好吃，而且它这个它有些里面就是有筋的部分，炖到就是到嘴巴里面像那个蟹膏一样，就黏黏的就化掉了。我感觉就是以前小时候炖那种大的那个排骨汤、骨头汤，那个骨头边上的那个肉，还有专门把它剔下来给我们吃，不用自己啃。说实话，我本来对这个没什么期待的，但是这个汤好好喝。是的。但是感觉好像确实就是年轻人也不爱吃这种东西，他们可能早饭更愿意吃那种蛋饼。但像我们这种在美国吃不到好猪肉的人，来这边就是只能狂吃。我觉得这次出来旅游是来锻炼我心理素质来的。关难过关过。对，我来之前确实就是预想到，万一出什么状况怎么样，但没想到出这么大岔子。但又很快解决了。对。感觉自己又成长了。这个好像是嘴边肉，这个是干莲，对吧？对。实在是太多部位了，我也吃了几次也分不太清楚。其实，幸福，太幸福了，已经闻到香香的味道了。就是这家，今天现在不用排队耶，我们买半斤吧。对啊，可以买半斤，我没记错。也可以小包30块，2包也可以啊。好的。多。好，我们。我这里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对。旅游，这样30块。好的，谢谢。好，可以吗？好，就这样。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就放在这儿吧。应该不要紧吧？我可以帮你指着。不要，没。它有股那个甜甜的那种五香粉的味道。哦，里面有虾米，红葱头，香菇，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菜谱了。这是菜谱，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哎。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它竟然就是，它这个香菇是有一点苦味的，感觉它这个苦味是来自于酱油的那个卤进去的那种味道，是吧？然后它虽然其实是咸的，但是我感觉它里面加的香料是那种偏甜调的香料，像是那种甘草山奈那种。它其实反而下面的米饭没有味道很重，不是那种给人粽子一样的感觉。对，那它那个油葱酥不是油葱酥，它只是把油葱就炒好以后，跟其他料拌在一起，不是那种没有这种炸脆。对，挺好的，比我想象中不腻一点。不像粽子，就是吃两口会腻。
他们这边每家人家它那个香料粉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虽然可能都是，比如说它那个叫什么椒盐粉，但是每家的椒盐的风味也不太一样，有些就是花椒味比较重，自己配的都是。我们刚才吃了一下那个冷掉的油饭，然后发现冷掉的油饭比热的油饭其实要更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香菇的苦味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它冷下来以后的风味，我才一下子就吃出来那个，其实它里面加了沙茶酱的味道。刚才就是觉得有点熟悉，有点像加了海味的那种五香粉，但是其实是沙茶酱的味道，就是感觉每样食材的风味都更加明显一点。蛮推荐大家就是买回家以后冷着吃那个油饭，不要趁热吃。哇，你的指甲好可爱。宝宝帮我做的，它这每一个巧克力用的都是不一样的可可。马达加斯加的，嗯，它口感确实跟生巧克力完全不一样哎。就是生巧克力其实还有一点点糯的感觉的，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哇，你吃这个第二个，很酸。果香味很重，高级巧克力豆的味道。哇，确实，是不是？最近好流行这种。本来是要去吃一家叫82巷光华猪血糕的，但是到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出摊，我就去 Google Map 上翻了一下评论，有一条说是阿贝这些年来你辛苦了，谢谢你这些年付出的心力。怎么会有这么悲伤的事情？他那条留言让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个阿伯怎么了。对。香哦，来这样75，自己来哈。好，谢谢老板。哎，不要客气，没事。好热情啊！这个是味道，我们就有点像酸辣汤的味道，是吧？是的，吃起来有点酸辣汤的味道。主要是它上面加了白胡椒，所以感觉是的，可能就是想吃酸辣汤。但是就是它这个风格跟我在之前在那个金融是不太一样。金融那边是的肉外面会裹鱼浆，也裹粉了。它就是整块肉，它在外面裹的是那个地瓜粉，煎脆之后放了很多白胡椒，还放了蒜。其实我觉得肉本身蛮好吃的，你觉得它肉里面加嫩肉粉了吗？加了。但吃地摊吃的不就是这个嫩肉粉吗？惊呆了，竟然是这种味道。但是你别说，它这个酸辣汤味道，我觉得蛮舒服的。我也觉得。那个勾芡看上去有勾芡，但其实不是那种很稠的那种感觉，没有吃到嘴里觉得再吃一个半流。对，是的。然后这个香菜真的味道好重。它跟酸辣汤唯一的不一样是，它里面有豆芽菜，所以你咬到豆芽菜的时候，我感觉风味有点不太好。但是这个白胡椒有辣，而且酸辣汤一般不加沙茶酱，这个应该还是加了。真的吗？酸辣汤一般都是酱油的那个变成黑的颜色，这个应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这个黑色，应该是因为你们加了乌醋。应该有黑醋。那它里面除了白胡椒，我感觉黑胡椒也有。你有吃过无锡酸辣汤吗？好像没有。无锡酸辣汤里面料特别多，而且会有那种大的牛肉片。不，它这个里面没有加嫩肉粉，没有加嫩肉。它应该真的就是火候控制比较好，然后外面裹地瓜粉的话，熟度也能掌握的比较好。因为一般加了嫩肉粉的话，它不会有味道，就是它没有肉的味道。我刚刚吃了一块，它其实还是有肉的味道的。那如果先腌好再加嫩肉粉？就没有，就是牛肉、猪肉这种加了嫩肉粉、小苏打以后，它的肉味就会消失，它只有口感就没有肉味了。我觉得大多数那个市面上那种干炒牛河里面的牛肉都是加了小苏打抓过的，它这个部位有点像梅花肉啊，感觉。台湾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猪猪？最后一片你吃吧，我吃点豆芽菜。我吃3块肉啊。我也吃3块了。好吧。这肉也太大了，那这其实性价比还7块肉，性价比还挺高的。那大碗得有多少？不行，我满嘴都是香菜味。我觉得里面要是它那个周边让你自取一点，放醋的话，放醋我也觉得到后面还会再放一点醋，但那个醋有点浮在上面。我刚吃了一口巨酸，然后就没有酸味。对，这样就没有酸味。现在就底下吃到下面都是那种
香菜味。它里面好像放了点蒜头油，有，对吧？嗯，我觉得就是那个蒜头油的味道。我跟你不一样，我其实来之前我其实来之前就是我是个很不喜欢喝汤的人，尤其是不喜欢喝那种勾芡过的羹汤。但我来了以后发现，其实做的好吃也是蛮好吃的。那你爱喝酸菜汤吗？一般般。无锡的就算了。全茶吧。是那种荞麦奶盖偏香。你比较推荐哪一种？海盐奶盖。海盐奶盖，好，海盐奶盖。可以在西口底下那个春茶的。但我觉得海盐奶盖加这个冬青茶有种神奇的特效。或者是拉起来然后再洗，是的，拉起来然后插进去也可以。什么啊？快这个可以碰一下，它就会融合之后有点像荔枝的味道。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有海盐。啊，一点点海盐，然后有咸咸，就有点荔枝的感觉。对吧？有一点荔枝。我喜欢，因为我是这里用的甜品做的。甜品茶，桂花小米吗？我等会儿会这个。好，谢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它其实纯茶喝起来也有点带奶香味，我觉得。然后就搭在一起喝，我又觉得很像那种海盐荔枝那种味道。而且它奶盖不是很腻，而且它茶不是走那种就是茶色茶干那种路线的，对，所以就不会让你去评判它是不是好喝的茶叶。啊，退休了就还好，起码身体是健康的。哦，它有分脆和老。就脆皮，脆皮和老鸡排有什么区别啊？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脆皮和老鸡排有什么区别啊？薄皮跟厚皮，薄皮跟厚皮。脆皮是薄的。啊 ，OK， 那吃老鸡排。好，是厚的。嗯，看，这个是面面的头的2倍大的鸡排，这我无处下嘴都。它还是生皮。也还是皮。嫩吧，应该是嫩。哇。台湾人挺能吃辣的。中辣辣。其实我挺喜欢他们这种鸡排的壳的，就是它里面加那个地瓜粉之后，会有那种拧气气的口感，然后那种酥脆感就更加立体，然后更扎实。就是他们这边的椒盐粉都特别特别香，辣粉，对吧？就吃起来很爽。小时候吃好大大都是什么东西？蒸饺料就是它那个鸡腿就，我是这样。它就是拿那个整块鸡，它也不敲薄，就直。地上那块布。天哪！而且它虽然不是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但它那个肉咬下去感觉很嫩，就是没有什么纤维感。上头。主要是真的嫩，就没有什么咀嚼感，甚至都。啊，对啊。但是你在台湾，就是鸡胸如果不做到那么嫩，是开不下去的。而且这个辣度真的不低，我已经开始出汗了。开始猛啊，笑死了！我的嘴唇有点痛。我上次是在三重一家特别就大家从小吃到大的那种鸡排店吃的鸡排，那家店也是爆汁，然后粉跟这家店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家店的壳做的特别好。我的妈呀！一休息就吃不了了，一下它那个就像辣鸡面一样，你就只能猛猛的吃。不是其实我自认为挺能吃辣的，但是这个辣真的有点，这个吃下去今天蛋白质应该是满了，妥的。这一大块差不多是50克蛋白质，好水嫩。虽然感觉说起来很奇怪，但感觉像来吃豆腐，没有豆腥味的豆腐。好，先这样。
因为我的鹏鹏是第一次来台湾，所以这次就想带他去吃一些之前吃过觉得还不错的店。然后这家霸王真的不要看队伍不算很长，但是很多人一买就是10几20个，所以排起来真的很崩溃。啊，一小内用，全家吗？全家没有50，谢谢哦。我们一起到。我们一起，那去，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是各剩2个。站在那边看电视只吃一碗，它最好是好吃的，它最好跟你上次一样好吃，好多汁你哦。要拿个勺子，什么感觉？和我之前吃过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吃那时候就觉得，它里面会有一种像陈皮一样，我觉得不喜欢的香料的香味。这个里面没有，而且这个肉好哏啾，就是我之前吃的那种做成肉馅一样的。对，它这里面有点颗粒。应该是。我感觉比我上次吃的版本要甜一点点。我感觉它这次用的，就是我上次吃的时候，它里面加的是笋丁，它这次里面加的是笋丝，感觉用的笋的品种也不太一样。啊哇哇哇哇！一定要加比较多的蒜，混着一起吃，比较爽。后来我可以理解他排队。我甚至愿意为他再排一次。真的吗？很小的时候，而且它这个皮我还蛮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有嚼劲的 QQ 的感觉。我觉得我上次吃的版本，它里面的肉更软嫩一点，就是有肉感的同时，感觉更湿润一点。今天就感觉很紧实，但是感觉没有什么汁水。这皮好好吃哦，或者这个酱。是的，就是它的怨言消失了。我真心觉得上次版本更好吃，但是这不难吃，就是还可以。说明每一批次他们可能还是有点区别的。对，正常。他们好辛苦哦，但他们不会问你要不要蒜。包要蒜。它应该是酱汁里带蒜味吗？是吧？蒜应该选不了了，包在里面了。就它这个甜甜的味道，加上那个蒜香味，再加五香味，就是很上头。永动机啊，它其实是个偏甜的东西。对，它是甜大于咸味的。很甜，后面就上头了。我觉得它的这蒜在里面是起到了它是那种生蒜的味道，对，在里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台湾那边很多那种拌的凉面里面都是加很多蒜泥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会觉得像加了芥末一样，有点辣辣的。肉丸之光，霸王之光。排吧。一排一个不吱声。